确诊胃癌时，女友抢走了我的医药费，豪掷千金买跑车，只为博白月光一笑。他们在公路上纵情飞驰，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牵手宣誓，死也要在一起。可当我胃癌晚期，命悬一线时，女友后悔了，她把白月光丢在北极，一个人飞回来，只为求得我的原谅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小伙子，你这胃癌可是马上晚期了，一直吃药可不行啊，要早点做手术，不然你可没几天了。我点了点头，表示自己知道了。其实我知道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也有做手术的打算，但就是手术费很贵，所以一直在拖，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友开口。我带着失落怔怔地从医院出来，猛然间想起今天是女友的生日，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去附近给陈飞买个生日蛋糕。可就在步行回家的路上，一辆炫酷张扬的跑车一闪而过，车上的人正是我谈了5年的女朋友陈飞。她一头刚染的紫色长发，如此的张扬，我认得一清二楚。而副驾驶座上面显然是个男人，戴着定制款的墨镜。这个墨镜我曾经见过，只有陈飞的白月光韩宇才有。我跟韩宇是大学舍友，曾经他戴着这个墨镜到处炫耀，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他有这个牌子的定制款。我跟陈飞、韩宇3个人是一个大学的，陈飞是系花。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讨论这朵花最终会被谁摘走，所有人都没想到是韩宇。他是大2下半学期转到我们学校来的，他一出现在学校就快速地跟好几个女生都谈了恋爱，但又很快地分手。他一早就被扣上了花花公子的帽子，大家都没想到特立独行的系花竟然也直接迎难而上，跟韩宇谈起了恋爱。但是韩宇并没有为陈飞痛改前非，而是继续拈花惹草。最后毕业的时候，他家破产了，玩不起车，也看不上家境一般的陈飞，后来就跟一个富家女出了国。偏偏这个女生还是陈飞最讨厌的那一个，最后走的时候抢的也是陈飞的留学名额。陈飞一个阳光开朗的女生差点抑郁，那个时候她伤陈飞伤得那么深，是我一点点开导她，带她走出了阴霾。所以陈飞现在怎么会和韩宇玩在一块儿？或许他们就是正好碰到，韩宇载了陈飞一段路而已。毕竟我们也有相爱的曾经，陈飞也确确实实一直依赖着我。我带着复杂的念头回了家，我习惯性的去厨房做好了饭，4菜1汤，刚刚端上桌的时候，陈飞回来了。他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，洗了个手坐下来就开始吃饭，看见我买的蛋糕也道了一声谢。我正想跟他坦白得癌的事，他却已经开始吃饭了。我几次开口都被他打断，于是我只能选择先闭嘴。他风卷残云般的吃完，转身的一瞬间，突然一股陌生的男士香水味钻进我的鼻腔。我站起来走过去，拉住了他的手腕。陈飞慢慢地转过身，看向我的眼睛。怎么，老于，你有事？他假装整理头发，不动声色地拂开我的手。我盯着他的眼睛说道：你身上的香水味是怎么回事？我记得你从不喷香水。陈飞慌了一瞬，然后闪烁其词道：哦，这个是不小心沾上的。一句话将我打发，然后他慢悠悠进了房间，穿了一件绿色大衣出来了。他关上门，手里还推着行李。我忍不住看向他，再次问道：要去哪里？他看了我一眼，穿着铆钉靴的脚微微站定，定定地看着我。公司要派我出差，这周不会回来了。听到他的话，
我微微愣了一下，但我知道他在一家美妆公司做测评博主，看他态度不算敷衍的份上，我也没拦他。陈飞走到门口，我的视线再次投掷到那双靴子上的时，微微皱起了眉头。这2年，他住在我这里，已经很少再穿铆钉的东西了。印象里，只有跟韩宇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他会这么穿。今天上午的记忆涌上心头，我烦躁地抓了一下头发，问道：“你究竟要去哪里？我今天看见你和韩宇在一块儿了。”陈飞表现出来的样子比我还要不耐烦，他反驳道：“你看错人了，我就是要去出差。难道我一直待在家里不工作，靠你养我呀？”我脸上的神情带着几分犹豫，几经变换，最终还是妥协了。陈飞出门了，而我因为胃疼之后就疼昏过去，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。黑暗中，手机响起，是医院的人打来电话，通知我这个月的药到了，让我把钱给续交了。我摸索着打开医院的账号，正要把钱发过去的时候，手机屏幕上突然跳出来“余额不足”这几个字。我带着疑惑登到银行软件一看，余额为0。可是这张卡的密码只有我跟陈飞知道，而且卡里还有整整100万。可是若不是我这边出了事，就只能是陈飞那里。我怀疑他是不是被人给骗了，毕竟他经常不带脑子出门。我急忙打开手机，给他打电话追问情况，可是等了好久，打了好几个都没有回应，到最后电话已经关机了。我只能打给他的弟弟陈章，打过去，他说陈飞跟他说的是他要出去玩一段时间，但是去玩，却不是出差。我知道陈飞这人玩心重，我立刻拿出手机查看他的定位，发现他的手机显示是在飞机上，而且已经出了国。我知道陈飞公司做的是国内的品牌，根本不可能去国外出差，所以这其中一定有猫腻。我给陈飞发消息，可是手机屏幕上一直没有回应，等来的却是韩宇刚发的朋友圈，照片上的2只手紧紧握在一起，对着天空拍下了这张照片。我一眼就看见陈飞手上戴着的那条手链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那是我上周出差回来送给他的。而韩宇的手腕上就纹了韩宇这2个字，我几乎可以确信就是他们无疑。我的女朋友现在和别人在一起，韩宇配的文案更是独树一帜，死也要在一起，的确符合韩宇这个中二少年的风格。但是看完这一切的时候，我的心不可避免地跌落到了谷底。这个时候，手机里突然出现了韩宇的信息，他直白地说道：“你女朋友现在可是跟我在同一架飞机上哦，要不要来看看？”后面附着一个地址。韩宇跟我大学3年舍友，也算是把对方的脾性摸得门儿清。他不会无缘无故地说这个话，说话的原因更多的是挑衅。我几乎是立刻就知道了，陈飞跟韩宇出去这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。我几乎是立刻就想追去，可是晚上的时候，胃里直接吐了血，我身上开始剧痛。之前的药也早就吃完了，我现在根本没有其他的钱再去买药，坚决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。于是休息了一会儿之后，我立刻订了一样的航班。飞机落地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地方靠近北极，陈飞和韩宇住的地方就是当地人的家里。冷是真的冷，我没有带厚衣服，再加上病越来越重，我来的时候根本没有吃药，所以能不能找到他们还得另说。但好在第2天我就在雪地里看见了他们，一人一个雪橇玩得正欢。我抬脚向他们走过去，慢慢地在他们面前站定。看见我的时候，韩宇没有任何意外，倒是陈飞
目光躲了躲，又向前走了几步。我开口问陈飞：“卡里的钱呢？”陈飞目光闪烁，口齿不清地低声说了一句话。虽然话说得不是很清楚，但我还是清晰地听到他说的是给韩宇了。我突然窜上来一股火气，语气也不是太好。给韩宇了？你知不知道那是100万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陈飞突然朝我看过来，眼神嘲讽。那又怎么了？你不是说过你所有的钱都是给我花的吗？我忍无可忍地说道。那你知不知道，我已经得了胃癌有1年了，今天买药的时候才发现钱都没了。陈飞突然开始大笑，他指着我说道：“于明，为了要这100万，你现在连这种玩笑都开得出来？”我说：“老于，你脸还要不要了？你之前不是还一直在洗冷水澡，身体就算再不好，也不会得癌症吧？”我想解释，刚说了一个我字，没想到一边一直没搭腔的韩宇呦了一声，打断了我的话：“于明，我还以为你是个痴情种，想把陈飞追回去，没想到竟然也这么势利呀！为了钱，竟然不远万里追到北极。我把你的光荣事迹宣扬出去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赞扬你大公无私啊！”韩宇说的话难听至极，嘲讽中带着讥笑。只不过我没搭理他，只是沉着声音说道：“韩宇，钱你弄哪里了？最好给我说清楚，要不然你们就等着承担你们应该承担的后果吧。”我的话他们并没有给反馈，两个人只是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就招呼人一起把我扔进了不远处的水潭中。他们这里人都有冬泳的习惯，但是我只是感觉到冷，我的胃在不停地收缩。我本来就不会游泳，这下更是呛了很多的水，肺里胃里都有，冰水入胃，直接让我呕出来一口血，湖面上都变成了血红的颜色。这个时候的韩宇仍旧在笑。菲菲，看见没有？为了装胃癌，于明还专门带了血包。你说他怎么还是这么幼稚？以为我们2个会上当受骗，可怜他吗？真是可笑。陈飞本来跟着韩宇在笑，瞥见我在湖里不断扑腾，嘴里不断呕血的模样，终是有些于心不忍。而韩宇偏过头，哼笑一声，直接无视。他牵起陈飞的手说道：“菲菲，不管他了，让他在这里演，水这么浅，淹不死的。我们该回去吃饭了，那家人做了牛肉，绝对对你的胃口。”我求助地看向陈飞，这个时候我已经被冻僵了，根本说不上来话。我脸上青筋暴起，红成一片，整个人都有一种窒息的感觉。陈飞看着我，于心不忍，正要上前的时候，被韩宇一下子拉走了。我衣服穿得很薄，一个人在湖里开始下陷，慢慢失去了意识。最后在路人的帮助下，我还是上来了。他带我回去烤火，给我做酥茶，一杯灌下去，我身体才勉强热了一点。晚上的时候，我坐在院子里烤火，房间里传来说话的声音，我仔细去听才知道是韩宇和陈飞。我这才明白，帮助我上来的人正好是他们2个留宿的那家人。火苗在我的眼前升腾，把我的脸照得通红。他们的对话也依稀传进我的耳朵。阿宇，我用整整100万给你买了跑车，你打算怎么报答我？韩宇语调散漫，漫不经心地调笑道：“还能怎么报答？要不然以身相许，我娶你。”话语落地，陈飞笑了几声，他并没有出声拒绝。我闭了闭眼，握拳咳嗽了几声，巨大的心痛之下，整个胸腔都开始痛。听到声音，陈飞和韩宇打开了门，看见了我。韩宇暴毙，挑了挑眉，无情地嘲笑我：“菲菲，你看他这不是还能上来吗？”我就说他是装的。相对于韩宇的得意洋洋来说，
陈飞有些尴尬，他松开了韩宇的手，看着我不停地咳嗽，有些愣着。我感觉头非常的沉，一摸才发现发起了高烧，火苗越来越大，我的头也越来越昏沉。坐在凳子上的我突然头朝下向下再去，众人一声惊呼：于明！陈飞跑到了我的身边，把手放在了我的额头上，灼热的烫意让他吃了一惊，他嘴里不停地喊着老于、于明，可无论他喊什么我都听不到。混乱中我被人送到了医院，陈飞急匆匆跟着那一家人上了救护车，过去了。韩宇磨磨蹭蹭跟在后面，不得已跟了上去。医生给我做了全身的检查，我迷迷糊糊躺在病床上，神志还没有恢复清楚。医生开口说道：病人的情况不容乐观，你们……医生还没说完话，韩宇就插嘴了。我依稀听到他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：医生，他不就是下午在冰水里泡了一会儿，顶多洗了个冷水澡，有那么严重吗？他就是装的，您干脆给他挂个水，大发出院得了。陈飞心有余悸地站在那里，盯着医生，带着最后的侥幸说道：对呀，只是泡了冷水而已，他不过是发个烧，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。这个时候，小护士拿着病情确认单走来了，医生拿过单子，仔仔细细地指给他们看，病人的胃已经发生了病变，癌细胞扩散的也很广，这一看就是胃癌晚期。病人得病之后已经很痛苦了，你们怎么好意思再把他扔进冰水里面？你们是怎么狠下心的，把病人折腾成这个样子？陈飞几乎是立刻就夺过了单子，上面清晰的胃癌2个字，让他彻底红了眼眶。这个时候的我意识渐渐回笼，我撑着胳膊从床上坐起来，韩宇依旧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嘴角不自觉地勾起，对我无形地说了2个字：活该。我面无表情地看向他，旁边的陈飞看见了他的小动作，一个巴掌就扇了过去，响亮的巴掌声出现在空气中，大家表情微愣，纷纷朝这里看过来。韩宇直接愣在了原地，不可置信地看向陈飞，却终于噤了声，不再言语。陈飞直接红了眼眶，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，抱着侥幸的态度问医生：医生，他不是发高烧吗？怎么会是胃癌？您开玩笑的吧？医生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，他看向他：小姑娘，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？你是在质疑我的专业？陈飞一下子噤了声，他失魂落魄地走到我的床边，伸手触碰我苍白的脸。我偏过了头，他的手僵直在了半空中，停了一会儿，还是将手缩了回去。我自始至终没再看他一眼，他盯着我毫无感情的眼睛，慢慢地流下了悔恨的泪水，因为我的那双眼睛里曾经也满满的都是他。陈飞突然回头看向韩宇，死死地盯着他说道：韩宇，我要你把我给你的钱还回来。韩宇几步走上前，握住陈飞的手说道：菲菲，你不是知道吗？咱们的钱全都买跑车了，你现在要我去还，我又去哪里还？菲菲，你要为我们的未来做打算呀。他一个病秧子，早死晚死跟咱们又有什么关？陈飞脸色恐怖，他一言不发地盯着韩宇，让韩宇这个1.8米的男人也害怕起来。陈飞把手里我的确诊单砸向韩宇说道：如果老于真的出了什么事，我跟你不共戴天。那天之后，我们不欢而散。我在当地的医院里住了几天，这几天陈飞也在旁边尽心尽力地照顾我。我身体不舒服，他会去问医生究竟是怎么回事，还会给我买各种各样的营养品。那天下午，他拎着一个保温桶过来了，他打开病房门，走到我的身边。我躺在病床上假寐，
没有睁开眼睛。其实我就是懒得见他，更不想搭理他。他把那桶粥放在床头的柜子上，给我盛了一碗，细心地吹散了热气，一改他往日里对我的态度。我很不情愿地睁开了眼睛，靠着枕头坐了起来，瞥了一眼那桶粥。陈飞抓住我的视线说道：“老于，还记得以前吗？我生病不想吃药的时候，你老是煮这个皮蛋瘦肉粥给我喝，我嫌烫，你总会吹的温度刚好，然后喂进我的嘴里。”我笑了笑没说话，再次向陈飞看过去的时候，眼睛里只有讥讽。陈飞，咱们两个的情谊早就在你把我一个人留在冰湖里的时候，缘分就已经尽了，咱们再也不可能了。还有，我是不是没有告诉过你，我不喜欢皮蛋瘦肉粥，而且我皮蛋过敏。这个时候，我总算在陈飞的眼睛里看尽了不一样的情绪，我也终于撕破了他一个人维系起来的温情。两个人之间对彼此只剩下失望了，那还有什么好谈的？就在这个时候，韩宇突然走了进来。走进来之后，因为角度的原因，他没有看见陈飞，对着我就是一顿冷嘲热讽。哟，看看咱们于工程师现在怎么样了？要不要我帮忙扶你一把坐起来？于明，你说你大学的时候装模作样的考年级第一有什么用呢？现在还不是躺在病床上一文不值？你说你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辛辛苦苦赚的钱还不是被女朋友拿走了？听到这个，我才终于有了一丝反击的力气。我抬头看向他说道：“那你呢？你觉得自己过得怎么样？靠女人活着的人，你以为你很光荣吗？让陈飞给你买跑车，你难道就没有一点羞耻感吗？你四肢健全，简直不要比我这个躺在床上的病人好太多。”韩宇的眼睛明显睁大，他显然是气急了。就在他要冲过来的时候，陈飞从另一侧站了出来，韩宇止步在了原地。他怎么也没想到陈飞会在这里，一时之间脸上的表情十分的精彩。陈飞失望地看着他说道：“韩宇，我真没想过你竟然是这样的人，所以你一开始就是在骗我。所以你知道我的钱是从于明这里拿的。韩宇，我算是看透你了。韩宇，你真不是个东西。”韩宇所有的伪装在这一瞬间就被戳破了。他看向我和陈飞，索性不再伪装，嘴角扬起一抹笑，和陈飞针尖对麦芒。陈飞，你以为你很高尚吗？知道于明得病之后来这里假慈悲，他生病前怎么不见你这么好？当初咱俩那点事儿也算是人尽皆知，我一回来向你表示了那么点意思，你还不是很快就跟了上来？你这种女人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于明在你身边守护了这么多年，不照样什么都没捞着吗？于明现在这样，都是你闹的吧？陈飞眼角露出一丝脆弱，他满腹的心事就这样被韩宇拆穿，泛红的眼睛看向我，而我在他看过去来的时候扭过了头。不是我不懂得怜香惜玉，而是他已经不值得我这样好好对他了。那天之后，陈飞来找过我几次，我依旧是那个不冷不热的态度。那天下午，我感觉身体恢复过来之后，我谁也没告诉，自己一个人飞回了国内原来的城市。到家之后，我开始仔细保养自己的身体，用心记录每一天的身体变化。我做这一切，无非就是希望自己能健康一点，再健康一点。我开始来返瑜伽和菜市场，每天起得很早，就是为了买最新鲜的菜。胃癌之后，我能吃的食物有限，所以我尽可能选择对自己身体有好处的食物。回来之后，我回了一趟家，看了看爸妈，看我回来的时候拿了那么多的菜，爸妈都有点吃惊。
我身上本来没有多少钱了，是陈飞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，从韩宇那个家伙手里要回来的。之后他就全部打回了我的账户上。可惜这笔钱来得太迟，医生跟我说过了，这个病早一点做手术还好，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治愈的可能。我把菜拿了进去，暂时没有跟我爸妈提我胃癌的事。我只是后悔这些年一直在外面住，忽略了爸妈这边的事情。从大学的时候，我的心思就全部浪费在了陈飞的身上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家里人这里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爸看见我的时候，眼眶都红了。他揽着我的肩，把我迎进了家门。好小子，毕业后就没有回来过一趟了吧？什么时候长这么高了？我都不知道。我妈的，拿着做饭的叉子，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，才来拉我的手。她仰头看着我，脸上都是笑容。我知道她在高兴，高兴自己儿子不过年也能回家一趟。我掩去了脸上的悲哀，握着他们的手说道：“爸妈，这次我就在家里多住几天。”他们大声地哀了一声。在家里，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。我下厨做了几道拿手的菜，只不过饭桌上还是不可避免地谈起了陈飞。我爸我妈问我，陈飞怎么没回来？我不想在这件事情上瞒着他们。当初我为了陈飞放弃了很多东西，爸妈都看在眼里，他们自始至终就不同意我跟陈飞在一起。果然他们知道了之后都表示理解。那天回去之后，我就专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我之前做的是工程师，闲暇之余总是喜欢写点东西。我总是想着，假如我的人不能留下来，如果我的书能够留下来，应该也是一种幸运。在写书的过程中，遇见了莫欢，她跟陈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女生。她温柔善良，三观正，最主要的是我们有一样的爱好。那天我邀请莫欢来家里，门外有人敲门，我打开一看，才知道是陈飞。看见我的那一刻，陈飞就悄悄红了眼眶。他手里提着很多东西走进来，在我的面前站定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让出位置，意思很明确，就是不欢迎他进来。陈飞愣了一瞬，似乎没想过我会这么对他。以前他在我这里总是最重要的人，几乎是事事优先。在加班和给他买草莓之间，我都会选择去给他买草莓。我对他的爱几乎到了没有下限的地步，可是换来的也并不是一个多么好的结局。于是再次看向他的时候，我的眼神又凌厉了些。可是陈飞并没有被我给哄到，他擦了擦眼睛就往里走。然后他看见了沙发上的莫欢，莫欢抬眼看向他，也很吃惊，有一瞬间的愣着。陈飞突然把东西都砸到了地上，抬着猩红的眼睛看向我：“于明，你还是人吗？这么快就找到下家，还把人给领到家里来了？”我忍着怒气抬头看向他：“陈飞，你搞清楚，咱们两个已经分手了，我现在都是一个要死的人了，你跟我说这些有意思吗？”陈飞再次朝我看过来的时候，眼神中的所有情绪全部熄灭了。是的，看见莫欢他很生气，一心想把自己正牌女友的位置抢回来。可是他已经忘了，他把我的医药费拿走，耽误了我最佳治疗时间。我现在就等于半个死人，跟我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。莫欢突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他站在了我的身边，用凌厉的眼神看向陈飞：“陈小姐，我不管你们之前的种种，但现在站在于明身边的人是我，我愿意陪他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日子。”我惊讶地看向莫欢，或许是这些日子的相处让我们明白了彼此的心意。我一直不敢说出来的话，就这样被他清晰地说了出来。我想我一直没有被坚定地选择过，
只有在莫欢这里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感。莫欢把地上陈飞拿来的东西都捡了起来，重新送回了他的手里，说出来的话带着不容拒绝的坚定：“陈小姐，请您带着您的东西从这里出去，我们这里不欢迎您。还有，您已经是过去式了。”莫欢的话让陈飞一愣，他再次抬头看过来的时候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盛气凌人。他看了看我，终究还是出去了。陈飞从旅游的地方飞回来之后，过了几天，韩宇也回来了。他不知道抽了什么风，上赶着去找陈飞和好，估计是被陈飞逼着拿走了所有的钱，到现在身上也没有了其他的收入。回到陈飞的身边，还想捞一笔吧。我强撑着身体跟莫欢出去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，正好撞见韩宇追着陈飞从里面出来。韩宇看见我身边的莫欢时，还是忍不住朝我一阵奚落：“于明，可以呀，这么快就找到下家，看来你之前对菲菲的一往情深也是装出来的吧？”我抬眼向他们看过去，韩宇用挑衅的眼神看着我，我没打算搭理他。正要走过去的时候，他用不大不小的声音说道：“我看你现在身体好得很，哪有什么胃癌，还有心情和女人出来吃饭？”本来是一道无足轻重的声音，我本来也没打算搭理他，我没有心情和他解释我现在身体怎么样。一个人想要误解你的时候，无论如何他都会误解你。陈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一个巴掌就甩了过来，他瞪着韩宇说道：“韩宇，你还可以再无耻一点。”陈飞平复了一下呼吸，转而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正要上前一步的时候，我越过他和莫欢走进了餐厅。相信他也看出来了，我越来越瘦的脸和身体，不自觉捂着胃的手。那天去餐厅，我就吃了一点，回去之后胃就疼痛难忍，就连莫欢都开始慌张了起来。他带着我去医院检查，医生看着我，有点恨铁不成钢：“早就跟你说了，这种病要早早的治疗，你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，就快要做手术的时候，不知道你人去了哪里。”你说要让我说什么好？我苦笑了一声，没有吭声。医生大概也看出了我的为难，拍拍我的肩膀，叹了一口气。从医院出来之后，莫欢握紧了我的手，我同样回握。我觉得人生之路上有他这样的人在我的身边，我很安心，又有点后悔没有早点遇到他。如果一开始我遇见的就是他，或许真的会好很多。1个星期后，莫欢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我回老家的时候，偶然间又遇见了陈飞。他拿了好多营养品，站在家门口，期期爱爱地看着我。那个时候，其实我已经瘦得不成样子，回家基本上也是跟我父母坦白真相。我觉得已经到了跟他们说这件事的时候，而且再不说已经瞒不住了。我的父母看向我如今的样子，哭得十分的伤心。陈飞站在那里看着我，嘴唇蠕动，犹犹豫豫地向前迈了一步。他看向我说道：“于明，无论怎么说，这辈子是我陈飞对不起你。我知道自己做什么事都于事无补，只是想为了过去的事跟你说一声抱歉。”陈飞把东西留在那里就走了。我住进医院以后才知道，韩宇追求陈飞没有结果之后，他干脆偷偷去了陈飞现在住的地方，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。陈飞才知道，原来韩宇从始至终都没有爱过他，接近他也只是为了钱。陈飞这次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把韩宇送了进去，算是教韩宇做一回人。那天之后，我就住进了医院。其实我的身体大致是一天不如一天了，我也知道自己总会走到这一步的，
陈飞已经很少去接近我的生活，更多的是莫欢陪在我的身边。一般下午的时候，他会陪我去医院的楼下走走，看着我越来越瘦的身体，他也总是忍不住为我流下眼泪。其实到最后的时候，我已经庆幸自己能够早早的走，否则我这样的人估计要拖累莫欢一辈子。不如早点走，让上天给我个痛快，不至于被病痛折磨。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私心的，我还是想留在莫欢身边久一点，再久一点。我渴望长久的温暖，但是我知道无济于事。最后的时候，我爸我妈几乎是住进了医院，日夜不停地守着我。他们给我讲了很多以前的事，也说他们对莫欢很满意，就是他不能陪我更长的一段时间。那天上午，莫欢推着我在楼下晒太阳，暖洋洋的日光照在人的身上，真的很舒服。陈飞最终还是来了，他手上捧了一大捧花，我看了他一眼，已经没有了什么其他的情绪。陈飞一点点跟我讲曾经，于明，你知不知道，咱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每次过生日的时候，你给我买花，我都很高兴。尤其是你买郁金香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郁金香，而我每次都能收到。我看着陈飞，猝不及防地打了一个很大的喷嚏，说道：那你知不知道，我花粉过敏，尤其是对郁金香过敏。陈飞，过去的我为你迁就了太多，只是你一直不知道罢了。陈飞慢慢瞪大了眼睛，他在这一刻流下了悔恨的泪水。你说的对，于明，或许我真的从来没有了解过你，跟在一起，我完全在乎的只有自己。但你不知道，我真的很后悔，很后悔。你能不能说一句原谅我？于明。陈飞在我面前哭得泣不成声，我只是抬头望向了太阳的方向，说道：陈飞，你该放手了。莫欢一直站在我的身边，这个时候他适时地开口：陈小姐，现在天气不早了，我要送阿明回去了，风有点大，你也回去吧。莫欢推着我走了好远好远，于飞依旧跪在原地，而我已经不再关注他了。莫欢带我回去之后，拿出了给我买的水果，他将一颗很大的草莓放在我的手上，说道：诺，你昨天不是还说要吃吗？今天给你买回来了。你说你怎么就像个小孩似的，这么馋嘴？我笑了笑说道：这不是看别人吃得津津有味我才买的吗？莫欢一下子红了脸，他知道我在说他，因为昨天的时候，他跟隔壁床要了一个草莓，偷吃的时候被我发现了，他不好意思地看向我，我这才知道原来他喜欢吃草莓。毕竟我不能出去买，如果让他去买，他又不想离开我这么长的时间，只能告诉他是我想吃，估计他才会出去买一点回来。我轻轻咬了一口，然后把一整袋子的草莓递回了他的手上，说道：这些全都是给你的。莫欢笑了笑，不知不觉中竟然笑出了眼泪。他说：你说我怎么这么迟遇到你啊？我拍了拍他的头说道：迟一点好，如果你早一点遇到我，我又是个短命鬼，你岂不是会更痛苦？莫欢这次真的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没过几天，大概2天后吧，我身体情况开始急转而下，整个人插着管子，躺在病床上痛苦不堪。莫欢穿着防护服站在玻璃外，他真的不忍心看我这么痛苦，于是征求了我父母的意愿，他含着泪把我的管子拔了。也就是那天起，我真正的离开了人世。我一点也不后悔，也不埋怨莫欢，因为拔管子这件事是我一早就跟他商量好的。如果人生的最后我真的变成了这样，他说过会放我离开，我死后灵魂曾经短暂地存在于这个世界，
我看着他们为我举办后事，看着莫欢送走了我最后一程，我其实是希望他能开心一点的，至少我死后他能重新找个人嫁了。我不想拖累他，从一开始就是，我跟他的相遇是命运的安排，希望他能好好的，一直快乐的走下去吧。莫欢，希望你好好的，如果有来生，我愿意做你的丈夫，真的，一生不渝。莫欢，你真的要找一个更好的人，至少这辈子吧。再见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